阿三悟从师大美术系毕业之后，在陈世志校长的召唤下，先到淡江中学服务1年，完成实习老师的工作，隔年就入伍服役担任狱官。首战先到凤山部校报到受训，在部校期间，连队派阿三悟参加陆光美展，获得第2名，另外参加体能总测验，获得全部队第3名，获得校长纪念奖派克钢笔1支。训练结束后，便分发到新竹关东桥第1训练中心。连当兵都这么认真，这果然是阿三悟的风格。喜欢跟着部队在户外流汗操练的阿三悟，有一回临时被征召去师部的贵宾室画一幅住房图。一天午休时，阿三悟正在画画，师长蒋仲林少将和副师长王世贤上校都在里面看电视。王副师长问阿三悟：“你是哪一连的？有学过画画吗？”阿三悟回答说自己是师大美术系毕业的。副师长又问：“那你认识杨燕杰吗？”阿三悟回答说：“他是我们系上的助教。”副师长接着说：“他很优秀哦。那你认识吴炫三吗？”副师长这一问让阿三悟大感意外，心里想说自己才刚大学毕业，怎么会有人听过他呢？回神后赶紧说自己就是吴炫三。副师长便告诉阿三悟，当年他去看了在台中州立图书馆的展出之后，对阿三悟的画作印象深刻。还记得阿三悟大学还未毕业，就在省立博物馆所举办的首饰个展吗？而当时台中前辈画家林之助和画友谢风生在参观后，便促成将这批作品转到当时的台中州立图书馆展出。林之助老师是台湾重要的胶彩画家，他生性乐观，人生哲学是活在今天，快乐在今天。阿三悟回忆起在台中展览的时候，身为中部美术协会理事长的林之助老师，在台中经国饭店邀请美术协会画家们共4桌的酒席，欢迎并介绍阿三悟这个来自台北的小伙子。饭后，他带大家去文化城酒家续摊。他跟阿三悟说：“年轻人要有气魄，去第2摊。”夜深时候，他骑着重型机车载着阿三悟到一家报社，拜托将隔天要登他的消息版面换成报道阿三悟。长者的细心照顾，对当时初出茅庐的阿三悟真是莫大的鼓励。阿三悟当年在关东桥服役，而我的新训中心也恰巧在关东桥。依照惯例，新训中心在进行抽签、分发部队单位前的最后1个礼拜天，会举办家长恳亲会。回想起爸妈来看我的时候，爸爸的第一句话是说：“你怎么都没有晒黑啊？”当时我心里的 OS 是：我只是晒得没有你黑而已。好家在我现在的排长不是当年的你。我回答说：“我们都有按表操课，只是现在的部队比较注重安全管理，所以都会规定操课时数和休息时间。”然后阿三悟就接着说：“我觉得你好像都没有被操练到的感觉，爸爸应该帮你安排去野战部队接受磨练。”天哪！当场我脸上出现3条线，并认真的跟他说：“别人都是要请你帮忙安排，转到像国防部之类的行政单位去，做儿子的我都没有拜托你做这种事了，你就千万不要把我送到野战部队去受训了。”直到要抽签的前一晚，躺在床上的我真是辗转难眠。依照我对阿三悟的了解，说起当兵这件事情，他是真的完全没有在开玩笑的。他说要送我去磨练，那就一定会是真的好好磨练。于是隔天早上，我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，就是自愿加入空特部。到了晚上，连长在走廊上集合分发到外岛单位和特种部队的弟兄们，要班长带我们去营战，而且每个人都要打电话回家报平安。这是我第一次服役时打电话回家，我说：“部队分发已经安排好了，我分发去空特哦。”爸爸说：“什么是空特？你不是陆军吗？”我说：“空特就是空降特战。”他又问：“那是什么单位？”我回答：“就是伞兵。”电话的那一头沉默了，大概过了10几秒之后，他才说：“那你自己要注意安全。”我说：“好。”这是我有印象以来，爸爸第一次跟我讲电话时的沉默。在那个空白的10几秒，脑海浮现爸爸的神情，突然间可以感受到爸爸跟我说了很多话，虽然一个字也没说，透过无声的话筒，我可以感受到他的担心和不舍。后来退伍之后聊起这段往事，他才告诉我，其实在我跳伞训练的那段时间，
他每天晚上都睡不好，尤其是晚上都很怕电话响起。喜欢作画的王副市长此后也常找阿三悟话家常，聊到阿三悟将来退伍之后有什么规划。阿三悟说他想要去西班牙留学。王副市长一听，马上说要介绍一位亲戚给阿三悟认识。这个亲戚就是当时三军联大的副校长蒋纬国将军。在出国留学前，蒋纬国先生和阿三悟见过多次面，好几次带阿三悟去台北爱国西路的自由之家吃牛排。当阿三悟启程前向他辞行时，他交给阿三悟一封信，并再三的嘱咐要他上飞机后才能开封。上了飞机之后，阿三悟打开信封，原来信的内容是蒋纬国将军在三军联大的讲义，当中主要介绍许多世界当代重要人物。蒋纬国将军当时在三军联大上课时，就跟底下听讲的学生说：你们要有远大的抱负，不要因为年纪轻而看轻自己。这些人在做这些事的时候，都还不到30岁，就有这样的成就。这些人的成功转折，差不多都是在20多岁的时候。阿三悟体会到纬国先生对他的提醒，因为当时的阿三悟已经31岁了，也明白纬国先生的用心，因为上了飞机，已无反悔的退路。在受到纬国先生的鼓励下，阿三悟更加鞭策自己积极上进。